一假期堵在高速上的话，不妨来看看《绝命法官》，看一个正义的法官为了儿子究竟是怎样黑化的。秦一伟本想杀人灭口，却没想到韩刚的家属忽然冲进到了病房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逃走的时候，竟然还遇到了韩刚的弟弟韩烈。韩烈本想去追，但是病房里已经传来了韩刚醒来的消息。韩烈看着昏迷多天的大哥忽然醒了，就想问他当时事故发生时的情景。只是韩刚的情绪极其的不稳定，而且好像还很痛苦，他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但是韩烈却没想过自己去调查进入病房的秦一伟。那个马山宝，你确定他就是撞我哥的凶手吗？如果不是他，为什么会有人要杀他报仇啊？你们警察这么有本事，为什么昨天晚上会让这个人闯进我哥的病房呢？韩烈只是跟秦一伟打了一个照面，虽然对方戴着口罩，但还是清晰地画出了他的模样，并且指出这个人绝对不是戚长荣的人。为了找到这个神秘人，唐队立即调取了医院的监控。不巧的是，秦一伟潜入医院的画面全被监控拍下来了。这是同一个人啊！没想到韩烈画工不错。他是谁啊？他不像是个小混混。当然不是。你认识他？唐队并没有回答上司，而是直接去法院找到了秦玉，因为他已经确定了潜入医院的人是秦一伟，再加上撞伤韩刚的车子是秦玉的，那么整个案子似乎都要串联了起来。我不敢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先回去问问他。我的建议是，你应该马上带他来警署，让我们来问。当然，你可以在场，这是你的权利，这样才是洗脱他嫌疑的最佳办法。有什么嫌疑？你知道我在调查什么？秦玉依旧是一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，唐队也只是希望秦玉能尽快带秦一伟到警局。唐队走后，秦玉真是恨不得一拳倒死这个挨千刀的儿子。他一直在极力的掩盖儿子撞人的事情，可是儿子偏偏要擅自行动。我不是你的犯人啊！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。最关键的是，你说他还不听，你说气人不？而另一边，韩烈送了一块名表给护士唐家，说是感谢唐家照顾他的哥哥。唐家不知道的是，这块表也将给他的姐姐唐轩带来巨大的灾难。在唐队得知韩烈送了一块名表给妹妹后，当即就约见了韩烈，要把手表还给他，却偏巧这一幕给路过的秦玉看到了。而这一个画面，秦玉肯定会利用起来，或者拖延时间，又或者给他和儿子创造一线生机。不过身为法官的他不能亲自去说这件事，所以他选择的替罪羊是他的徒弟小周，而且还引导小周怀疑唐队和韩烈之间存在某种交易。唐督察为了隐瞒马山宝的不在场证据，因为他知道韩奎龙一定会找旧城帮报仇，他为了阻止这场厮杀，他将这个消息泄露给韩烈，他选择了牺牲马山宝。秦玉就是希望小周去把这件事捅到警局，那么警局肯定会调查这件事。不过这一次小周总算是开窍了，而且已经从头至尾想明白了这件事。然后今天你突然走来跟我说这些东西，你是想把这个本来已经说不下去的故事再变出什么花样来吗？还是你想再一次指导我去做什么？对，你猜的没错，这件事的确是跟我有关。事已至此，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，而秦玉索性就摊牌了。他告诉小周，撞伤韩刚的就是他那挨千刀的儿子秦一伟。起初他也只是想让小周帮阿宝，却没想到事情会失控。你是法官，有罪无罪你自己判，但是我也不想再听你知道，我会用自己的方法还马山宝一个清白。现在再说对不起什么的话已经没用了。秦玉难道真的就失去了小周这枚棋子吗？他不知道的是，另一枚棋子阿威也被警方围攻了。